松树放在药水中浸泡1下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。松树洗个澡能去除寄生的病虫害。松树常见的病虫害主要有锈斑病和介壳虫。锈斑病、介壳虫对松树的危害是很大的，严重时可以造成整树枯萎。这个就是介壳虫侵蚀后留下的瘢痕。松树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被外来的病虫害传染，像锈斑病和介壳虫，其他树状发生，很快会传染到松树。除了对病虫害出现初期喷药，对膨养的松树，在冬季可以采用药水浸泡的办法清除寄生在枝叶上的虫卵。这些都是养了几年的小黑松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给它们用药水洗个澡，很少出现病虫害。在浸泡之前，对松树清理一下，主要是把它老叶摘掉。顺便说一下，松树在休眠期采除理片是最安全的，盘扎也在这个时候进行。盘扎之后，松树枝干定型，一般在1年时间。这是去年这个时候进行盘扎的，这个已经产生现实了。采除理片最好不要在生长期进行，身上皮层产生瘤胶，容易失枝。松树的老针叶最容易产生病虫害，针叶密集也是病虫害最理想的藏身之地。摘掉老叶也可以让松树里外接受阳光，不仅生长均衡，也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摘掉老叶是松树休眠期的一项重要工作。现在把它摘掉，可以让松树汲取更多的养分，也是为春季闭芽提前做好枝叶根的平衡。摘掉老叶，要把春季bí不定芽的针叶留好。把它们清理好了，现在可以配药水。准备30度左右的温水，用这种晶状的石榴合剂，这种合剂的浓度比较高。浸泡松树的药水要浓一点，这里大约100克石榴合剂，把它倒进去，充分溶解。在调配石榴合剂时，它的浓度主要是根据它的颜色判断。浓叶呈老矾色，它的浓度就比较高。配好了，把它倒入常温的水中。现在就可以给它们洗澡了。在操作时，药水不要进入到盆土中。浸泡10几秒钟，清水清洗干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着来，石榴合剂是碱性的溶液，具有较强的杀虫祛病功能，同时也有比较强的渗透作用。松树在药水中浸泡的时间不能过长，浸泡的时间过长会使针叶脱水。有2种情况不能进行这样操作：一是生桩或没有完全成活的松树；二是除休眠期，其他时候不要进行。有朋友问，可否用石榴合剂直接喷洒？对树桩喷石榴合剂的方法不可取。前面说了，石榴合剂是碱性溶液，喷洒之后容易损伤芽点，尤其是正在孕育的发芽。另一个原因，不同树种对石榴合剂的适应性是不同的。除了松树，其他杂木是否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？现在还没有依据，试验了一下还需验证。一旦有好的效果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。我是三江龙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评论区见。